大家好，李灿，今天咱们来闲聊一下吧。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些做 YouTube 视频的这个规律啊，就说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亮明这集的主题是什么。但今天我特别想闲聊一下，扯得有的没的啊。而且说实话，我这个频道不是中文教学的频道嘛，但是渐渐我现在生出一些想法来，就是纯粹的中文教学频道啊，我觉得做人会特别没有意思。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感觉有点推己及人的这种感觉吧。因为说实话，我挺喜欢学习语言的，但是现在老有点动力不足的感觉。就是其实我对一些事情慢慢失去了兴趣。就最开始吸引我的这个语言呢，到后面它已经有点后劲不足了。就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吸引我的日语，我当时喜欢看动漫啊，而且有一段时间特别沉迷于日剧啊，把能找到的日剧都看了一个遍啊。但是已经中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看过日剧了。再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观念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就是当年非常看重的日剧的一些特点，到现在我觉得特别没有意思啊。人可能就是这样在变化啊，而且我当年特别喜欢日本的几个作家，现在慢慢的他们好像也不是特别符合我的所思所想啊，就是我当下这个心境啊。所以对日语，我就算想把它捡起来，我其实都没有足够大的动力。而且我发现要学日语的话，确实现在互联网特别特别方便，对不对？在 YouTube 上有非常多的日语教学的视频，但是大多数教学视频我都没有什么兴趣。就很多教学视频，它会提供给你这个教学的方法论的这个东西。我看这些视频不是为了学习方法，学习方法其实我可以通过看书。就像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认知天性》啊，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啊。就昨天我在大叔中文直播和茶叔直播的时候就讲过这些事情，而且我把它已经融入了大叔中文这个的实践里头，就做了一些练习题，我觉得这会帮助大家。所以我把我一些对语言学习的认知啊，我运用开来了，运用开来能教大家更好的中文。但是你纯粹让我去看一些怎么教别人学习语言的，比如说怎么去教别人学习中文的一些方法等等，我觉得很无聊。而且我看别的语言频道好多都做这种类型的东西啊，怎么学习日语的听力啊，怎么学习日语的单词呀，等等，怎么快速记忆啊，怎么像日语母语者一样学习日语啊，等等，这种类型的视频对我完全没有意义，我完全没有兴趣打开，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看见的，不是我想学习的东西，学习的材料。可能我知道，就是自媒体时代啊，我们在做自媒体的人呢，我们都会为算法所左右啊，就是算法想让我们做什么，你就不得不听它的，因为它会把你一些特定话题的东西往前推，推到更多人群前面啊。比如说我要做了一个关于这种方法论的视频，有些人看啊，那肯定就想着再做一些类似的东西出来，对不对？所以最后你就会越来越专啊，在一个更为垂直的领域里头，更为垂直的内容，更为垂直的。其实我之前也看一些，比如说英语的一些频道啊，永远是讲这些方法论，还永远是讲几个小语言点啊，这对我而言没有意义，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这些视频看到最后，让我完全失去了学习这门语言的动力。日语本来有些之前的动力已经消失了，我想着，其实我还挺喜欢日语的发音的，但是最近这个很多人知道日本这个把核污水排入大海啊，让我这个观感再次下降啊。我这个时候在学日语，我就觉得自己过不了自己内心这么一关啊，而且说实话，确实已经扔下很久了，没有足够的动力，又没有足够多好看的视频啊。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学过法语，我现在不是想去攻击所有这个YouTube 上语言教学频道，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都是同事啊，虽然在不同的赛道里头，但我们大概做的东西都差不多啊。但这些东西做出来之后，我觉得太过专业的东西对我个人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就比如我要去学习一个语言的话，这些东西我完全不想去看，我想看的是更为
鲜活的生活的用语，就是在一些场景下等等，或者在论述一些在生活的一些议题呀。因为很多人其实也喜欢这种比较宏大的议题，有段时间我也会做，比如说政治类型的、历史类型的。说实话，其实除了特定的人员，其实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比如说，那看了一个频道叫做名字就不说了吧，也是日语的，他给我讲一些日本的历史我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好不好？还有一些法语的教学频道讲一些法国的历史、一些时政的东西，我完全没有任何兴趣。但有些人会有兴趣啊。其实我说这么多不仅仅只是吐槽而已啊，就是我在想，我怎么能把我自己的视频做起来，我自己挺享受，而且真正对大家有帮助啊。就是我之前也提过，就是泛听的材料，大书中文这种东西就够了啊。我现在其实有点重新想找一门语言来学习来着，所以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在 YouTube 上去找，看哪些语言材料比较能吸引我啊。我就想，从这个入手。首先当然是吸引我，第二我觉得是有用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这些东西能把我吸引进去。同时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文化或者这些人呢，长得对我而言特别顺眼啊，我也想去学习。那天无意中看到这个 Easy Spanish， 我觉得虽然这个说话特别快啊，就感觉呲溜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突然就勾起我的回忆。当时我有一部特别喜欢看的电影，叫做《潘神的迷宫》啊，就发生在西班牙嘛。一开始那些旁白的话，那我听得特别舒服，有点阴暗的梦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西班牙语真的就给我传达出这种状态啊，而且那整个文字感就像一个圆圆的泡泡一样，特别漂亮。而且西班牙人普遍不是很高啊。首先我是个中国南方人，我长得也不是很高，惺惺相惜。这是我一个突发奇想啊，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学习西班牙语。那么我的方向应该是怎么样？其实我大概想了一下，就我觉得分两部分呢。Easy Spanish 那种街访的节目，我觉得作为初学的状态挺好的。初学我不喜欢有一个课本，初学的话有这个中文字幕的对照啊，而且有人说话啊，很自然的。而且说实话，街访的时候大家说话都是片段的、破碎的、零零散散的，这其实更接近于日常生活的那种状态啊。日常生活中说话很少有人长篇大论啊，说很多都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啊，语言也是断断续续的，这个很真实啊。而且在日常的你被街访的时候，你很难说的非常聪明啊，说话等等都是比较的平常的我们会用的话语，而且是最常用的、最直白的、最笨的一些话语。我觉得这些是最基础的词汇吧，很适合学习。再往高一点走啊，怎么样？我还看了他们 Easy Spanish 有这个 podcast 是配置是一男一女啊，那个男主持人的声音我觉得很有磁性，很好听。西班牙语对我一个让我感受觉得有点最难吧的一个点，可能是说话太快啊。就对我这个没怎么听习惯的耳朵而言呢，我觉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可能听得多了觉得还好。所以 podcast 它的语速相对会慢一些啊，以那个语速再加上那个发音啊，又是男女的这个配比，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可以是我一个学习的方向啊。这是要闲聊的第二点吧？是第二点吗？忘了。第三点，其实我最近在看另外一本书啊。我现在最近疯狂的看书，就是闲暇下来的时间看看书。我觉得我脑子需要一些滋养啊，需要一些东西触发我更多的去思考啊。最近看一本书叫做《成长的边界》吧，英文名字叫 Range 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觉得这个时代更需要一种通才啊。其实我们在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都更偏向于专才，特别上大学之后大家都有专业嘛啊，对不对？但其实这个书给我们很多例子，告诉我们其实很多真正这个有成就的人呢，好多他们都是通才，就真正开始这个很专业化的这个学习啊等等训练等等之前，他可能会触类旁通，学了特别多的东西。比如说费德勒啊，他之前就会接触了很多运动，这些东西都给他打下一个特别好的基础。很多这个音乐家等等啊，他们之前都学过不止一种乐器啊。
当然不止这些什么艺术类的、体育类的，还有科学家也是如此，像什么开普勒啊等等，他中间也提到了，我大概有点印象啊。就其实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一点，就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从小到大接触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到后面可能就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学英语，好像很多东西都已经慢慢的就忘掉了。我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做翻译啊，把这个自己的路变得越来越窄啊。但其实我回顾我整个人生啊，在很多别的状态下，其实我一直在有尝试接触各种东西啊。我画画也会画一些，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喜欢一些历史的东西。因为养了孩子的关系吧，其实我对心理学啊，就是儿童心理学，还有这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啊等等，我都特别有兴趣。我最近把我老婆的有一本书拿在看，是她之前的一个教科书啊，毕生发展心理学啊，我看得津津有味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所有东西吧，就是我接触到的所有东西，都在构成我这么一个人，让我能以一个更包容万象的这么一个状态呈现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一个语言学习者啊最有用的这么一些方式啊。就是怎么说，就是我所论述的东西，我所讨论的东西，我所呈现的东西，它是很多很多方面的，它不仅仅局限在只是一个个语言点上，一个个方法论上，而是我在给大家论述很多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是我所喜欢的，它不会只是限定在一个范围内。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以后要做视频的方向。我可能以后更多会和大家去闲聊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就是我喜欢的电影啊，我喜欢的以前踢过的足球啊，我看的一些书呀，一些论点呐，我特别感兴趣，去挖过一挖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其实这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聊，其实也不必完全只聊中国的。之前的话会把自己很多这个状态只是局限在中国，或局限在我一定要和这个教学相关的方面，其实未必尽然，对不对？就是未必对大家是真正有益的。差不多今天就这样吧，那么咱们下次再见。